我是瓜皮儿，超女第一季前景提要。来到地球的第12个年头，卡拉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的能力，克星之女的身份也给她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曾处在幽灵区的罗兹堡企图征服地球，他们由卡拉的大姨阿斯特拉领导。罗兹堡关押了各种星际要犯，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能力。为了守护地球，卡拉化身超女与阿斯特拉对抗，成为了世界上第2个为了地球而战的克星人。为了不让好友机密难做，卡拉接受了女老板格兰特的独家 talk， 可她还是个懵懂少女，被格兰特一套话就说出了自己和超人的关系。第2天，头条新闻出现了，超女跟超人有着血缘关系，终于让老板逮到了跟星球日报抗衡的机会。就是这种公布私人关系的做法属实不地道啊！超女的报道他要捏死，撰稿的任务还是格兰特自己来更放心。这段采访让卡拉好一顿被汉克肖教育，怎么的？下一步是准备出本与克星姐弟同行的书吗？地油检测到北瀑布高速公路发生一起连环车祸，现场并没有外星人的踪迹。卡拉抢先一步赶到现场，顺利救下被困人员。和超人堂姐弟的关系一公布，不少超人的旧敌盯上了卡拉。核能人渴望报复，几年前他和超人打了个5-5开。别看他的实力挺强，却只是一个普通人类。既然不是外星人，那就不归地油管辖了。况且汉克肖不相信卡拉能打败对方，就连超人都没有把对方抓住。你个刚出道的克星人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卡拉无奈只能回归工作。为了写出一篇满意的报道，格兰特把自己逼得有点神经衰弱。温连忙叫上吉米和卡拉上了楼。曾有一名会计心脏病发，死在了办公室里。自那天起就没有人敢进那间屋子，而温把它改造成了战备室。属于他们3个人的第一站就是核能人，这货吉米熟悉。克拉克跟对方大战时他在场。温设计了一套追踪系统，虽然比不上 DO， 但小打小闹还是够的。对此吉米表示应该把大超叫来，核能人可不比其他罪犯。卡拉却坚定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路自己走，他想摆脱超人堂姐的这个称号。罗德科技巨佬麦斯威尔正在研发一个大玩具磁悬浮列车，因为手下工程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，麦斯威尔毫不犹豫开除了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员工。这时核能人赶到现场，他需要一个懂得核裂变的人。为了护住底下的员工，麦斯威尔主动站出来当人质，况且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比他聪明，这人就很矛盾。不愧是卡伦家族的老大。卡拉得知这件事情后，根本没有心情去处理公司的事儿。麦斯威尔生死未卜，姐姐艾利克斯跑了过来。虽然 DO 不能介入，但他可以。艾利克斯做过一番调查，核能人是依靠土232作为能源，那是一种潜在的核燃料。事情要追溯到5年前的贝克莱恩核电站，当年有恐怖分子想要发动一场核熔毁，这一切被克拉克阻止了，并且拯救了100万人的性命。但核电站的2名工程师因辐射身亡，是本和阿丽莎这对夫妇，而本就是核能人，不知道他是怎么从放射下存活的。但他痛恨超人，认为超人放弃了他和妻子。可当初克拉克也只是想防止切尔诺贝利事件重演。核能人的战甲可以防止中子减速，早前的战斗中战甲被超女摧毁，若不及时修复，皮肤脱屑、溃疡、呼吸困难等问题会恶化，核能人根本活不了多久。抓来麦斯威尔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卡拉还在解决公司的事务，他们并未发现核能人的踪迹。对于老板头脑风暴一夜写出的文章，卡拉的评价是恶毒，这几乎把超女写成了一个千禧一代，努力却没有目标，天真的以为什么都会按照理想发展。虽然有些断章取义，但格兰特想说的并没有错。这个世界险恶的一匹，如果真正的威胁到来，光凭超女这个傻白甜可是解决不了的。看来卡拉想要扭转自己的口碑，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。温查到了核能人的踪迹，当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，当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黑莓，他在纳西诺市找到了同样的东西，如果不出意外，那里就是核能人的藏身地。卡拉有了自己的解决办法。之所以大超迟迟对付不了核能人，是因为对方只是个普通人，而且是个悲惨的普通人。既然都是人，那就没有什么是一顿 talk 解决不了的。卡拉飞往了当地，可人家根本不听。虽然救下了麦斯威尔，可卡拉被贬得神志不清。朦胧中好像看到了克拉克的身影，醒来时他人已经在家了。克拉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根本没有停留。哪知电视上关于麦斯威尔的采访给了卡拉当头一棒。 And I owe it all to the great hero who rescued me. Superman. 操！就想知道克星人会不会高血压呀？大超自然是吉米叫来的，他们都不希望卡拉遇上危险。卡拉一气之下赶走了吉米，他不是气吉米的决定，而是气自己没出息。当初来地球明明是为了保护弟弟，结果现在处处被弟弟保护着，没时间想那么多。卡拉还得去参加格兰特的晚宴，晚宴在博物馆举行，是特意为超女举办的。
最近忙着对付核能人，工作上的事儿都靠着温和吉米帮忙，一直就很想说呀，温从某个角度看上去真像希斯克。这场晚宴麦斯威尔也来了，还被格兰特那股强势劲儿迷得不行不行。宴会上，卡瑞和吉米也化解了小矛盾。第一股本部，汉克肖小眼一亮，就察觉到了埃里克斯在帮助卡瑞，这可是违抗命令，但他绝对相信自己这个部下。埃里克斯的人品他几乎从小看到大，于是汉克肖也加入了行动。哪知核能人此时袭击了宴会，没有办法，实际上宴会是特意为超女举办的。卡瑞赶去换装，顺便再次救下麦斯威尔的小命。卡瑞这次不想留情，混乱中温也有了危险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吉米朝着核能人大喊：“我是超人的哥们儿，不服磕一下！”说完撒腿就跑。敌友传来消息，核能人胸前的反应堆还有大量临界的布，拆了它就能阻断能源，但副作用就是其内部存储的核能量会爆发。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在爆炸前用铅包裹住反应堆。卡瑞在博物馆找到一座铅雕像，热视线融化后存在了手掌之上。在对抗中，卡瑞找准时机，一记黑虎掏心赢下战斗。事后，卡瑞想和吉米庆祝一下，不得不说，他是对吉米很有好感的。哪知在办公室里看到了吉米的前妻露西，她是路易斯的妹妹，也是超人的小姨子，这关系有乱啊！露西从大都会赶来求复合，这给卡瑞难过坏了。还好大超给予了他足够的鼓励。格兰特那篇精雕细琢的坏话，某种程度上也给了超女一些启示，这更加坚定了卡瑞要做一名英雄的理想。卡瑞照例四处巡逻，却发现有架无人机偷偷跟踪自己。联邦拿回第一交给汉克肖调查。格兰特的报道获了奖，将在明晚在大都会进行颁奖典礼。本该是高兴的事儿，格兰特却被老妈烦得够呛。格兰特的儿子卡特处在了尴尬的边缘，女强人老妈每天忙忙碌碌，老妈的老妈每天骂骂咧咧，一家子蛋疼的不行。可他晚上必须要去参加颁奖典礼。喜欢助人为乐的卡瑞主动申请帮忙看孩子。市里发生一起爆炸，卡瑞赶到时，大楼濒临坍塌。好在他妙眼回春，力挽狂澜。大楼内有很多锂电池，汉克肖感觉是工业间谍干的，本想转交给 FBI 处理，却在残骸中找到了和无人机相同的东西。一番调查发现了幕后真凶麦斯威尔。这件事就交给了汉克肖和埃里克斯了。卡瑞匆忙飞到了学校接卡特放学。罗德科技里，汉克肖和埃里克斯伪装成 FBI 探员找到了麦斯威尔，对方根本就没有干过这种事，他的实验室也被袭击了，可能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技术。麦斯威尔今天懒得管那么多，因为他的磁悬浮列车将在今天剪彩。这是个谁也不信任的家伙，只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。此时罗德科技收到一枚炸弹，用的还是自己的技术。麦斯威尔一剪子下去，反而促进时间加速，爆炸随时到来。一边正在看孩子的卡瑞一直在找话题聊。格兰特的这个儿子内向的不行，生人根本接触不了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超女。卡特是超女的铁杆粉丝，收到消息后，卡瑞孩子还没照顾完呢，立马就跑了过去。炸弹能摧毁附近30个街区，卡瑞只能带他远离城市，可时间不足以让他飞到大洋深处，只能垂直向上，尽可能的远离地面。爆炸的冲击震昏了卡瑞，在低油的模拟黄太阳舱补充了好久能量才缓了过来。面部识别查出了投放炸弹的嫌犯，正是那个被麦斯威尔解雇的老员工诺克斯。汉克肖和埃里克斯认为这种小事不必让卡瑞参与了，爆炸那件事已经惊动了超人，他差点就过来找第一对峙了。再说卡瑞也需要休息，又是照顾孩子，又是忙着双重工作，确实有点折磨人了。更让他心乱的是吉米和露西的事儿，难得有了恋爱的冲动，却被泼了冷水。同一时间，埃里克斯再次找上了麦斯威尔。诺克斯的小孩患病需要钱，结果在这种时候被炒了鱿鱼。现在妻子和他离婚，诺克斯丢掉了抚养权，而这一切麦斯威尔根本不在乎，能力不足就开除没什么毛病吧。总不能说因为对方是老员工就让他划水啊。麦斯威尔还是之前的那个看法，谁也不值得信任，尤其是政府人员。他指的就是埃里克斯他们。当年麦斯威尔的父母在生物研究院工作，父亲发现研究院有着安全威胁，政府却表示这都是可接受的风险等级，结果就是父母因为意外尸骨无权，然后人家还隐瞒了真相，搞得死无对证。说完他就启程赶火车了，剪彩仪式不能耽误。DO 并不打算放弃，他们派出了多名特工潜在车站。卡瑞赶回了总部，诺克斯如果在列车运动的期间安放炸弹，那就只有自己能够阻止。今晚露西准备回大都会，她放弃了跟吉米复合。几天下来的接触，她能够看出来卡瑞对吉米的感情。女人之间都是很敏感的，可麻烦还在增加。超女铁杆粉丝卡特也偷偷前往了车站，她认为在这里能见到自己的偶像。卡瑞在空中扫描了整个车站，并没有找到诺克斯的身影。DO 接到举报说机场发现了炸弹，看来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卡瑞立刻飞向机场，同时记者们也纷纷赶了过去。
吉米当场就愣住了，露西还在机场，众人兵分两路。温赶到车站寻找卡特，吉米前往机场寻找露西，这俩地方都不安全。在列车启动的那一刻，温看到了诺克斯，这意味着机场和列车都有炸弹。卡瑞无法同时抵达两个地方，他相信汉克肖，所以飞回了列车。为了给卡特一点人生的自信，卡瑞安排他和麦斯威尔疏散乘客到车尾。这对自闭少年来说，比什么心理辅导都管用。机场这边，迪欧早已封锁现场，还没有发现人员伤亡。吉米一把抱住了露西，感情又岂是说断就断呢？这个炸弹和之前一样无法拆除。汉克肖支开了所有人，依靠火星人的力量解除了危机，但这件事并没有知情。列车上，卡瑞成功抓捕了诺克斯。对于这种家有儿女的可怜人，透开就完了。最终，诺克斯选择自尽停手。卡瑞在停住列车的那一刻，诺克斯伴随着爆炸离开了人世，相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嘛。事后，埃利克斯迟迟想不通汉克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卡瑞没空多逼逼。今天是格兰特回公司的日子，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在接触了卡瑞之后性情大变，整个人变得乐观开朗，升职加薪也忘了，但感情没了。新闻上，麦斯威尔勇敢地承担了所有责任，这事儿比汉克肖还蹊跷。在查阅了诺克斯女儿的治疗证明后，卡瑞想通了，这一切都是麦斯威尔的局，目的就是测试超女的能力，而诺克斯不过是一个棋子。至于麦斯威尔的动机，这种人直接参考莱克斯卢瑟就行。在卡瑞离开后，麦斯威尔表示，游戏刚刚开始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